我只是出门吃顿饭，却遇到几个酒鬼闹事，不仅对我冷嘲热讽，还嚷嚷我这样的他一巴掌能抽死5个。结果下一秒就被1秒干趴了。刚教训完准备离开，却被饭店老板阻拦，而带头闹事的人却在这时电话摇人说要弄死我。谁知来人正是昨天因惹到我，导致酒吧被铲平的酒吧老板。第一次不理你是给你面子，3番2次的在这犬吠，真把自己当个人了。打的，你不服，信不信老子弄死你？动不动就弄死你，这种话叶枫这2天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。要知道昨天那要弄死他的富二代父子俩已经消失在荣城了。眼见另外3人也站起来，唐仲威吓得不轻，连忙拉着叶枫道：老公，算了，算什么算？有本事来啊！别装孙子，就你这样的，老子一巴掌能抽死5个。被人指着鼻子骂，如果还能忍住，那就不是叶枫了。这时胳膊上传来了惊人的力道，让他无法动弹。叶先生，这点小事何必您动手？交给我吧。叶枫这才想到，这位收藏家可是从3岁就开始习武，15岁就已经贯通中西搏击技术。看着眼前瘦瘦弱弱的何元良，那几人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小子，给你个机会，滚一边去，没你的事，别自己找揍。何元良笑了笑，活动着腕关节。我也给你个机会，向叶先生和他太太道歉，我可以考虑不把你打得太狠。那男人听得哪还忍得住，当即举起酒瓶砸了过来，却被何元良一肘子倒在了胃里。男人脸色顿时变得好似猪肝一样，胃里的东西直接哇一声吐了出来。另外3人见状，立刻叫骂着冲过来，可他们哪里是何元良的队伍，短短几秒的功夫，4个男人已经倒地不起，他们痛苦的哀嚎着。何元良转身走回来，对着叶枫笑道：叶先生，幸不辱命。叶枫满脸赞叹道：何先生的功夫真是了得，今天算是见识了。唐仲威看着地上躺着的几人，不免有些担心的道：我们还是快走吧，不然他们报警的话，可能就走不掉了。这时候最先被打倒的那个男人已经拿起手机给同伴拨去电话，同时指着何元良骂道：有本事别走，老子叫人来收拾你们。何元良自然不会当回事，他家大业大的打几个喝醉酒的莽夫而已，刚准备和叶枫一起离去，却被有些胆战心惊的老板上前拦住。你们还是别走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打了人，就这样走了，回头他们会找我麻烦的。何元良不高兴的道：刚才他们想动手的时候你不说话，现在却拦着不让我们走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老板也知道自己理亏，脸色涨红，却说不出话来。算了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这种事情超出了他能处理的范畴，也算不上什么错。既然他要我们留下把事情处理完，那就留下来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你刚才说的事情，我可以答应。回头把老爷子的照片给我1张，我给他批命。何元良听得大喜过望，他还真不怕惹什么麻烦。但叶枫能因此答应他的要求，就算真进局子，他也认了。饭店老板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，讪讪的说道：实在对不住，我们家店小，经不起折腾，您几位别介意，今天的饭钱就算了，可以吗？叶枫也是底层出身，知道这个阶级有多苦，他摇摇头：你也没做错什么，虽然不够仗义，但我能够理解，饭钱该给还是要给的。饭店老板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候门口几辆轿车停了下来，从里面冲出10几人，个个手持棍棒，还没进门就叫嚣着：谁他妈敢跟我兄弟作对，给老子死出来！也许是觉得自己确实不够仗义，饭店老板这次咬咬牙，过去将那些人拦住，陪着笑脸道：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领头那人一巴掌将饭店老板扇到旁边，说你妈说，滚开，找死是不是？老板捂着脸，满脸惊恐的看着10几人冲进饭店。何元良再次挡在身前，对叶枫低声道：叶先生，如果打起来，你们先走，别吓着弟妹，这里交给我。10几个人呢，你能对付的了？何元良笑了笑道：不怕横的，就怕不要命的。我要是跟他们玩命，没几个敢真靠过来。叶枫在他眼里看到了某种神采，那是坚定不移的强大意志。然而叶枫并不是那种会临阵脱逃的人，他转头看向唐仲威：一会打起来你先走。唐仲威听得心头一跳：你不走吗？何先生走不了，我也不能走。你要我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？看着妻子脸上的恐慌，他笑了笑道：放心吧，何先生这么厉害，我们顶多挨顿揍，不一定赢不了。再说了，警察说不定马上就到了。说话间，进门的10几个混混围了上来，领头那人瞥了眼4名同伴，然后转头问：你们打的？叶枫开口道：是我们打的，但我希望能够谈一谈，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。谈你大爷，给老子打！我跟万顺地产的葛清泉很熟，给个面子。滚你娘的！今天你就算说跟天王老子认识也不行，给老子打！场面瞬间乱作一团。虽然叶枫和何元良合力，没一会就放倒了好几个人，但也挨了不少棍。唐仲威被这场面吓到了，站在墙边浑身发抖。而这时门口又停下警车，更多的人拿着棍棒冲了进来，场面更加混乱。原本以为只要号到警察来，就算对方有再多人，也不敢当着执法者的面行凶。现在看来自己真是太蠢，只恨自己没有给葛清泉打电话。此时的饭店门外，一个胖乎乎的男人从车上下来，有人跑过来站在他旁边：张哥，这么点事您还亲自过来干啥？我们自己人就解决了。闲着没事过来看看热闹，怎么不欢迎啊？那敢啊，走，咱们近点看。妈的，这年头还有人敢跟我们兄弟过不去，真是活腻歪了。胖男子乐呵呵的道：行了，别这么猖狂，要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没看到我的酒吧都被铲平了吗？这个胖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 SK 酒吧的老板张啸天。您不是说了吗？葛总在北区给您留了位置，这才是面子啊！我可听说多少人拿着钱上门求着葛总合作，人家连面都不愿意见，还是张哥牛逼啊！张啸天呵呵笑着，没有搭话。这是他自己知道，面子多多少少还是落了。几人来到饭店门口，看里面打得热火朝天，也注意到墙边的唐仲威。张啸天眼睛发亮，
森子，里面那个女人有点姿色啊，切，别让人把她吓到了。旁边人连忙朝着里面跑过去，而张啸天则把注意力放在了被围攻的两人身上。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他顿时愣住，他下意识离得更近一些。等凑巧看清了叶枫那张脸的时候，他不禁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个男人，自己的酒吧为什么被铲平？不就是因为经理在对待那个男人的时候没有尽本分吗？经理不帮忙，酒吧没了，那我不帮忙，是不是人要没了？想到这，张啸天哪里还站得住？他捡起一旁的拖把，大火冲了进去。都给老子滚开！谁他妈再动手，老子弄死他！然而一群人已经打得红了眼，哪里还管得上身后？见没人停止，张啸天也不客气，手里的拖把左右开弓，把人都打到了一边。那个刚刚跑过去对唐仲威说别怕的男人，此刻看到这副乱象，也是满脸蒙圈。张哥这是犯了什么病？怎么突然打起自己人了？他来不及多想，赶紧跑过去喊着：“张哥，咋了这是？让你的人都给老子滚开，不要再打了！”那人没时间去问，赶紧喊道：“都别打了，别打了！”此时的何元良跟叶枫都受了不少伤，算不上头破血流，却也好不到哪去。张啸天越看越心惊，快步跑到叶枫身前，满脸关切地问：“叶先生，您伤得怎么样？走走走，我带您去医院。”叶枫看着眼前这个胖乎乎的男人，隐约认出了对方，但他没有接受好意，而是冷冷地看着张啸天：“这都是你的人？”张啸天被他看得浑身发毛，连忙摇头：“不是，我只是认识他们。不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一点也不熟。叶先生，这事和我无关啊！”那些手持棍棒的人都满脸愕然地看着他，有脑子反应快的已经意识到了什么，他们悄悄地后退几步，把自己藏在人堆里，免得被认出来。